无上星魂丹被吴雪服下后，不出片刻时间，便是发挥了丹效，感受着那颗无上星魂丹在体内化作一股温和的气流，缓缓游走于经脉之间。这股气流如同一条细小的溪流，在吴雪体内的大江大河中穿梭。这股气流轻柔而又充满了力量，仿佛是春天的微风拂过大地，又似冬日的阳光温暖着冰冷的湖面，并且散发出来的丹香化为一道道气流，缓缓地环绕着吴雪的娇躯，似乎在为她编织一件无形的丹甲。这股气流轻柔而有力，宛若一双无形的手，轻轻托起吴雪的娇躯，使她悬浮于半空之中。她的身体似乎变得轻盈起来，仿佛即将脱离凡尘，进入一个神秘的空间。吴雪的心脏随着丹香气流的流转而缓缓跳动，每一次跳动都充满了力量，仿佛是生命之歌在低吟。在这奇妙的力量作用下，吴雪的意识渐渐苏醒，那是一种从混沌中寻找到光明的喜悦。她手指的微微颤动，是对这股新生力量的回应，也是对即将到来的苏醒变得期待。她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，那是生命复苏的迹象。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站在一片未知的空间中，四周是连绵不绝的群山，天空中飘荡着纯白的光芒，指引着她前行。无上星魂丹的力量还在不断加强，吴雪的身体在气流的环绕中缓缓旋转，她感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在变得更加清晰，黑暗也不再是永恒，明灯已经点燃，指引着她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。吴雪身处这片未知的空间中，不远处的明灯不停地移动着，而吴雪也是跟着明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。也不知道在这个未知的空间中走了多久，在吴雪的眼前突兀地升起层层的白色迷雾，仿佛是一道无形的屏障，阻挡着她的去路。白色迷雾中，光与影交错，模糊了天地的界限。她努力地向前挪动着步伐，每一步都显得异常沉重，仿佛踩在柔软而无定的梦境之中。四周静得出奇，除了自己那道心跳声，再也听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吴雪在这迷雾中渐渐感到自己的体温在逐渐流失，冰冷的感觉从肌肤渗透进骨髓，蔓延至全身，让她不由得紧缩身体。她的呼吸变得急促，雾气在眼前凝成白霜，每一口呼吸都像是在吞噬冰渣。在这种极端的寒冷中，她的意志开始动摇，但内心的渴望却如同暗夜中的灯塔，指引着他继续前行。时间在这里失去了界限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异常漫长。他的视线始终被周围的这些白茫茫的雾气白霜所包围，使得视线都开始变得模糊。他的体力似乎也在这之中消耗完了，眼前再度一黑，倒了下去。时间滴答滴答过去，可在这个空间中，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。待得吴雪再次睁开朦胧的眼眸时，周围依旧弥漫着白色迷雾，可刚刚那股感到无比寒冷的气息全部消失不见，就仿佛一场梦。吴雪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，只见白色迷雾之中突兀地出现了一座古神秘的城池，它的轮廓在迷雾中若隐若现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。这座城市的出现给吴雪带来了一丝迷惑，那是什么？为何有一座城在这里？吴雪喃喃一声，仿佛不远处的那座城正在呼啸她过去，仿佛那座城中有什么秘密。隐隐间，吴雪觉得只要穿越这片迷雾，进入到那座城中，必定可以知晓什么秘密，或许是关于吴雪自己身世的秘密玄机。吴雪深吸一口气后，便是朝着那座神秘之城迈出了坚定的步伐，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，但她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。为了弄清楚自己的身世，必须硬挺过去。随着距离的缩短，那座城市的细节渐渐清晰起来，高大的城墙巍峨，如同古老历史的脉络刻印在天际线上，砖石间的缝隙里仿佛蕴藏着无尽的故事。随着他脚步的迈进，那座玄幻之城的雄伟轮廓愈发清晰，如同梦境中的幻影，逐渐凝实。巍峨的城墙直入云端，每一块石砖都镌刻着年代的痕迹，仿佛诉说着古老传说的神秘与纯净。城墙之上，飞檐翘角的楼阁错落有致，每一座建筑都仿若是一件精工细作的艺术品，既展示着匠人的巧夺天工，也流露出一股超凡脱俗的气息。在吴雪那艰难的步伐中，终于是来到了这座城的城门之前，望着这一座神秘之城，先是顿了一顿。在他眼前这座城的大门上雕刻着龙凤与神兽的图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肯定不是神兽。入古世神兽不可能仅仅雕刻在上面的，刻画会如此有生机，它们栩栩如生，似乎随时会破壁而出。当吴雪轻轻推开纯白色的巨大城门的一刹那，一股难以言喻的纯圣气息如潮水般涌来，瞬间淹没了他的五感。这气息仿佛是古老传说中的呼唤，与他体内沉睡的神秘力量产生了共振，唤醒了一股久违的归属感。当即吴雪也闭上了眼睛，让这股纯圣的气息洗涤着心灵的每一个角落，感受着一种超脱尘世、超脱神位的奇异感觉。片刻之后，他整个人的精气神仿佛焕然一新，不再是之前那般苍白无力、精神欠佳的样子。然后再缓缓地睁开眼，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是一座座巍峨壮观的建筑，它们仿佛由天光雕刻而成，散发着柔和而纯净的光芒。每一座塔楼、宫殿和桥梁都精雕细琢，线条流畅，宛如天地间最完美的构造。而且这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他惊叹不已，看似仅仅的一座城，竟然拥有着如此难以想象的震撼。进入其中后，仿佛全身都充满了一股极其特别的力量，
而这些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宫殿，错落有致的阁楼的正中心，一根极其巨大的纯白色天柱直冲云端，仿佛连接触及了天际之上的天空之门。进入那一道天空之门，便是能够踏入另一个未知的一方国度世界。在这巨大的纯白色天柱上流转的光芒宛如星辰，指引着迷途者的方向。吴雪抬头仰望，只觉得这一根连接天际的纯白色天柱似乎与这整座城共同的呼吸，共同的频率。它的存在似乎是这座城市的心脏，跳动着不同寻常的生命力，在纯白色天柱之上雕龙画凤，栩栩如生，并且还有一些看似兽类的其他物种。不过可以看到，在这些物种上都长着一双双纯白的翅膀，宛如这些翅膀只要轻轻的挥舞下，便是能够让空间炸裂，时间倒流，时空穿梭一般。这巨大纯白色天柱如同这一座城的守护神一般，屹立于城之中，上面还铭刻着古老的一些符文，诉说着这一方国度的秘密。吴雪缓缓地漫步在城中，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这里的纯净气息，每一道生风铃都在诉说着这里的辉煌，并且这里的一切给予吴雪不知道是真实还是虚假，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境之中，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否真是大咒中所能拥有的景致。突然一阵悠扬的乐声从远处传来，吴雪顺着声音望去，只见天柱之上出现了一片纯白银河，那银河倒挂下进入到了这座城之中，使得这座城中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的特别起来。每一处宫殿楼阁都仿佛有着自己的意识，万物一切都有了自己的意识一般，但他们不会说话，只是在这些万物都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时，竟是形成了一段美妙的音乐。音乐律声如同清泉般流淌，洗涤着一切的杂念。心灵吴雪驻足聆听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舒适，仿佛逐渐的知晓了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，更是一个关于属于他所信仰与力量的圣地，同时也是让神都会为之心神荡漾倾倒的一方国度世界。你终于来了，来吧，天之路，天空之门已经为你打开，只要你踏入其中，将会彻底的激活你的神秘力量以及你所有的记忆，共度属于你真正的国度世界。此时纯白色天柱之上传来无比空灵的声音，但这空灵的声音让吴雪的娇躯竟是微微的一颤，一道道属于他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浮现，但是每一道的画面此刻都是模糊不清的，只有踏入那天空之门后，这些模糊的画面就会彻底的浮现出来，这些也正是一直沉睡在吴雪深处的真正记忆。神秘力量，我的记忆，国度世界。吴雪的嘴中发出自言自语的喃喃声，旋即她的目光便是望着纯白色天柱之上的天空之门，她此刻的表情都仿佛在说，只要踏入那天空之门，力量、记忆、国度世界都将会彻底属于他。片刻之后，吴雪的娇躯缓缓走去，来到了纯白色天柱之下，她伸出洁白的手臂，在触碰到天柱上时，一道纯白光瞬间迸发而出，竟是直接排斥了吴雪本身，一股疼痛之感从吴雪的心中产生。啊，我的心！吴雪捂住了自己的胸口，嘴角竟是溢出了一些血迹。刚刚那道纯白光竟是如此的特别，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伤势，竟然直接影响了他的心。在你的心中还有一份情，只要有这份情在，你是无法触碰纯净之物的，一旦触碰便是会被反噬，你必须斩断情才能踏入这天空之门。那空灵之声说完，那道纯白色天柱便是消失不见，就连这座城都开始变得模糊，刚刚那生动无比的建筑都是变化模糊，四周升腾起一道道白色雾气，将吴雪彻底的笼罩在其中，周围的一切变化的太快了，导致这座城的真实性。吴雪站在原地，而刚刚的心痛也瞬间消失不见，就仿佛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这是在哪？我记得我不是已经被一股力量重创了吗？怎么现在我感觉不到重创后的伤势，反而体内有一股热气正在逐渐的弥漫至我的全身？吴雪一脸疑惑，自己怎么现在在这里？看来刚刚的记忆好像全部又消失了，仿佛一切都没有来过。难道我死了吗？吴雪不停地望着四周，可是没有任何的回答声来回答她，只有白色的雾气越来越浓郁，这些雾气的温度极低，可是此刻在吴雪的体内，那一股热气越来越强烈，让她的俏脸都开始微烫发红起来。吴雪，一道熟悉的声音此刻在这片白色雾气中传出，只见一道模糊的身影出现在吴雪的视线之中，那身影由远到近，很模糊但又很熟悉。随着那道身影越来越近时，吴雪终于是看见了她心中一直放不下的那份情。萧炎弟弟。看见了萧炎的出现，吴雪想也没有想，直接跑了过去，仿佛是许久没见的恋人再次相见时的那一种激动感觉。最后吴雪直接抱住了萧炎那道精壮的身体，吴雪那激动的声音在萧炎的耳边传出，萧炎弟弟，我以为我死了，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。被直接抱住的萧炎也是微微一愣，这突然起来的拥抱让的萧炎有些受宠若惊起来，刚想缓缓地推开吴雪的娇躯时，吴雪身上的热气如同一团幽暗的火焰，悄无声息地蔓延至萧炎的身上。萧炎瞬间感到脸颊上的温度急剧上升，仿佛置身于暖春的怀抱，却又无法摆脱这突如其来的束缚。他的眉头微微紧锁，立马催动体内的神火，从萧炎体内爆发而出。神火散发出一股股强悍的炙热波动，试图将刚刚自己体内的暖春般热气逼散。然而那热气仿若顽石一般，丝毫不受神火的影响，反而在神火的交锋中越烧越旺。萧炎的心中惊骇无比，这热气竟连他的神火都无可奈何，周围的环境在他们二人的意识
有些模糊下，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，只剩下萧炎与吴雪二人在这片白色雾气中挣扎，那道暖春的热气如同活物一般，在他们的体内的心灵深处游走，他们的意识变得更加的朦胧，心跳也不自觉地加速起来。